好，大家好，我是小雷。今天我们做期铁坑视频，聊起宝马1200 RT。原本计划1200包括雅马哈 Nike 是要做2期实车视频，未来有空再补上吧。所以今天也聊一下 RT 的发展史。首先，宝马 RT 它对标的车型不是京 E 这个级别，在我心里它对标的应该是本田的 ST1300，包括雅马哈的 FGR1300，传祺的 GTR1400。一到传祺这儿，我总感觉有点别味儿。如果再加一个，我觉得本田的 VFR1200也算。大概它对标的，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类型的车，并且这个类型里，宝马绝对是独树一帜，因为只有它用的是全技术发动机。但是我认为全技术发动机才是宝马的精髓。不过全技术发动机很快会有国产的厂商也会做，生产它的厂商是力克摩托，因为力克摩托直接收编了给宝马研发全技术发动机整个团队。不过也只有原班人马才可以避开专利，而且做得更好。相信很快我们可以接到力克 1500cc 全技术发动机车型。有点扯远，无所谓了，再扯一下。此刻应该开个车，算了，开车指定分号。其实宝马的发动机很多，除了我们最熟知的宝马拿铁，包括1250、GS-ADV 等等用的全技术发动机，它还有卧式3缸发动机用于 K75，卧式4缸发动机用于 K72 GT 等等。K 系列直列4缸用于宝马 K1732，K 系列直列6缸用于宝马 K1600，S 系列直列4缸用于宝马 S1000双 R，F 系列并列双缸用于宝马 F800 GS， 单缸发动机用于宝马 F650，包括 G650。另外还有一款单缸发动机用于宝马 G450， 包括宝马 G310。所以说宝马的发动机是很多的。如果未来有空，我们做期发动机特辑，专门聊一下每种发动机结构、特性，包括运行方式。OK， 扯的差不多，坑也挖的差不多，我们回到正题。我们一直认为宝马 RT 车型首发是在1995年，而实际上第一台 RT 发布于1978年，是宝马的 R100 RT， 后期陆续发过 R80 RT、R65 RT、R850 RT。后期到了80年代，宝马停止研发了 RT 车型，转头去研发了 K 系列卧式4缸。但是宝马车迷对全技术发动机呼声很高，于是到了1995年，宝马重新推出了风油冷的 R1100 RT。2002年又推出了升级版的1150 RT，2005年又推出了1200 RT，2014年又对1200进行了外观升级，整体造型变得更像 K106。此后2019年升级成了1250 RT， 最新款是2021款，整体造型变得很像黄巡600。RT 的车型大概就这么多。为了节省时间，我们直接从1100开始聊。初代的1100发布于1995年，是一台风油冷 1085cc 4冲程对置双缸发动机，每缸4个气码，最大马力7250转，爆发90匹，最大扭矩5500转，爆发95牛米。5速变速箱，干式单板离合器，轴传动。当年装备总重量282公斤，油箱容量23升，百公里油耗7.5升左右，最高时速203公里，并且当年就标配了收音机、扬声器、暖风孔、电动挡风、暴雨卡钳，包括 ABS。最老的 RT 车型，它的左边边箱前面那个银色的装饰条是在起大架的时候让你提车使用的。如果没有这个把手，这个车真的非常难起大架，因为车身太重，似乎杠杆原理用的不是特别好。除此以外，标配的加热手把包括原厂的3箱，但是宝马的轴传动一直以来是个问题，因为它的轴传动实际上充当了后悬架，并且出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后胶套进水或者进沙，这个问题直到15年之后才得到了完美的解决。所以同时期最大放异彩的车型是本田的 ST1100，它的价格比宝马少了3000美元，并且也有 ABS 包括牵力控制系统，并且 V4 发动机比宝马更加顺滑，因为宝马的这个全技术发动机它的动力很窜，你也可以理解为随叫随到。在这以后，宝马发布的是 R1150 RT， 也是一台风冷加油冷车型，但是马力提高到了1130cc， 最大马力95匹，最大扭矩98牛米，用上6速变速箱，轴传动，座椅高度845，整车装备总重量279公斤，油箱容量提高到了25.2升，百公里油耗做到了6.5升左右，最高时速205。同时期发布的还有1150 RS， 这代1150相比上一代用上了博士电棚，包括一个小的液晶屏幕可以显示机油压力。另外它分为高座版包括低座版，低座版可以调节座高780到820，高座版可以选择805到845，也增加电辅助 ABS 包括后悬架调节。除此以外，造型功能与上一代一模一样。我们先来听一下发动机声浪。1150之后，2004年宝马发布了1200 RT， 从172开始，不管动力、造型、功能都有了新的提升。相比老款的造型，简直不像一个时代，并且172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车。截至如今，很多国家他们的开道车也会使用1200，可想而知，这个车型算是一代经典。不过相比老款，它用的还是一台风冷加油冷的机器，发动机排量提高到了1170cc， 每缸4个气码，最大马力110匹，最大扭矩到了115牛米，座椅高度分为780到840。整车装备总重量259公斤，油箱容量提高到了27升，百公里油耗5升左右，0-100加速3.7秒，最高时速210。172 RT 它的边箱颜色是与车身匹配的，如果车身是银色，它的边箱就是银色；车身灰色，它的边箱也是灰色，但是顶箱都是全黑的。你可以选择28升，也可以选择49升。相比老款，增加了危险警示灯、单键锁、闭环的3元催化器、可调的手刹、离合杆，包括可以调节的驾驶员坐垫，包括行李架、电子防盗器。
后期2007年增加了轻力控制系统，包括自动稳定系统，也可以选择电子胎压监测系统，包括定速巡航、加热手把、加热坐垫等等。2009年开始，最大扭矩到了119牛米。后期2013年发布过一款9周年纪念版，纪念版主要是黑金配色，包括磨砂黑的发动机，同时也增加了电子可调悬架，最大扭矩也增加到了120牛米。请大家听一下发动机声浪。2014年到2018年，1002有中期改款，最大的不同就是用了水冷的发动机，并且整体造型变得更像 K1006。不过发动机排量还是1170cc， 4冲程水平对置双缸发动机，带有平衡轴的每缸4个气门，最大马力125匹，最大扭矩125牛米，座椅高度分为760到850，装备总重量274公斤，油箱容量25升。相比上一代增加2种骑行模式，分别为雨天模式、包括道路模式，以及半坡起步、换挡辅助。全新的 TFT 多功能组合仪表，包括全车都是 LED 大灯。先听一下这一代发动机声浪，这一次放个排气的。后期2014年增加了无钥匙点火，也可以选装半主动电子悬架。到了2017年，最主要的改变就是变速箱输出轴装有阻尼器，这个主要的作用就是可以减少摇晃，包括震动。后期2019年推出了全新的1250 RT， 用的是一台液冷加风冷1254cc4冲程水平对置发动机，使用了每缸4个气门，增加2个顶置凸轮轴，包括1个平衡轴和可变进气凸轮轴，最大马力到了136匹，最大扭矩143牛米。整车装备总重量279公斤，油箱容量25升。相比上一代，增加动态轻力控制系统、半坡起步控制、动态制动辅助，包括升级版的具有自动负载补偿功能的电子悬架，并且用上了全彩的 TFT 液晶屏幕，也加入了智能紧急呼叫，可以提供快速救援。除此以外，整体配置跟上一代几乎没有区别，并且整体外观造型与上一代也没有太大区别。最后一款2021款宝马 R1250 RT， 这个前脸好像没有老款的好看，不过配置依旧很高。排量1254cc，136匹，143牛米，座椅高度760到830，装备总重量279公斤，油箱容量25升。这代1250相比上一代，最大的改变增加了3种骑行模式，其实第3种就是节油模式。另外增加了发动机阻力控制，包括摒弃了机械仪表，彻底用上了 TFT 液晶屏幕，并且这一块屏幕可以与手机互联，也内置了地图导航。除此以外，增加了主动巡航控制，这个功能等于车上的 ASS， 就是大灯下面安装了雷达传感器。它可以通过距离控制实现轻松的滑行，你可以理解为半自动骑行。除此之外，所有功能与上一代保持一样。视频最后总结下，宝马在我的心里所有的缺点都是因为买不起。举个例子，能开得起库里南，谁他妈开汉兰达？我操！就聊这么多吧，哪里不对多多指点。感谢观看，拜拜，再见。